991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Olay 美白实力派，职场发光就现在，7天亮14天白。本节目由 Olay 玉兰油赞助 ，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持妆无斑味，实力更出众。本节目由雅诗兰黛 DW 方气垫指定赞助播出。蓝河超多乳铁蛋白成长 offer 马上就来。本节目由蓝河绵羊奶粉赞助播出。今天我们来发布课题6。现在我们有2个案件，实习生呢将会分成4个2人小组。同一个案件里面的不同组就是竞争对手了。明天早上我们会出差深圳。各位实习生欢迎，我们将会有2位实习生向投资者进行访谈。觉得其实我自己也比较想去问一下这个，我对整个事情其实也有了解了。既然你要想问的话，那我们过一遍。可以啊。罗老师，大气，达成共识。我妹妹她拿出来的遗嘱，她说她想要1/3。妹妹的遗嘱我觉得根本就不成立。我觉得应该以母亲离世以前的遗嘱为主。基本接受我就是22年我大姐那个二姐这个人，感觉比较虚荣，有势力这样子的。你这样其实说自己姐姐也不是很好的。不能去评价。内地的法律它就是完全是所有权是依登记为准嘛。这是之后去法院，就如果真的走到不好的那一步再讨论，我们就先不讨论这些。你不能因为当事人情绪不对就直接放弃这件事。所有权就是要争啊！你这个预期管理没有给他做好，他明天绝对会当场发火的。那你现在想怎么办？你现在已经花了30分钟来指责我今天。没有，12分钟。哇，这个真的。对，别生气了，对不起。我当时情绪太激动了，握手言和一下，然后明天继续努力呗。同学们，5分钟，我们1号会议时间。好，有几件事情向大家宣布一下。首先呢，第一件事儿，我们跟事务律师呢，他们有进行查证，所以呢，他们会对于今天调解的内容的一些信息有一些补充的资料。那这些资料呢，一会儿会以邮件的方式发给大家，大家注意查收一下。同样的资料，所有的当事人也同一时间获取了，他们是知情的。这是第一件事儿。他们要碰面了，对不对？对，今天大家都要见面，然后现场调解。第2件事呢，就是时间问题，我们是7点钟开始。第3点，7点钟开始调解的程序和流程，一共时间呢是90分钟。但现在呢，我们会将整个的调解的会面拆成2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关于你们对于调解规则的介绍、拟定议题全场的讨论，这一部分呢是45分钟。第2部分单独会面讨论，那么当中呢，可能你们会有一些单独见当事人的情况，其中呢会讨论一些关于和解的提议以及相关的内容。那这一部分呢是45分钟。第一部分先开始，那么谁先开始是抽签决定。开始之后，当事人根据第一部分的内容，他们会选择和哪一组先进行第2部分的内容。就当事人选，当事人2选1，2个组里面选一组。被选到的那一组就会开始和当事人进行单独会面的内容。如果他们在单独会面中已经成功的获得了一个解决方案，促成了调解，那么这一组就会获胜。他们跟沟通完了一轮之后，当事人会选一组先跟他们聊。假设聊着聊着调解就达成了的话，那第2组就没有机会进去了，没有进了。哇，所以第一部分就很重要。其实也公平啊，因为当事人自己的主观意愿感受。如果他们没有能达成和解的协议方案，那么过了45分钟之后，第2组可以进行单独会面。
如果2组都未能达成协议的话，那我们3位大律师就会根据学员们的表现进行一个审核。所以其实第1组如果已经达成的话，第2组就不用再谈了。对。好，其他问题吗？没有。好，那大家就可以去准备了，时间还是比较充分的，我们开始的时间比较晚。好的，谢谢安妮。谢谢安妮。计划有变。我以为是先单独嘛。那走，先坐小会议室。我们先统一一下战线，就我们今天不跟他们讲法律了。行。OK。等一下就行。好，来了。周芳娟、周伟国先生会和他们的事务律师一起出席调解。这么多信息呢？这是价格的信息，没事，还好。咱们就重新做一下估价就行。然后估价的话，我想了一下，我们不能去把那个未分配的写出来，就不能让他们看到，因为那样子就会都想要。我们可以把这个比例看给谁以后，然后其他人就多分点现金。怎么了？我的感觉，我的一部分担心实现了。什么？这个工业大厦它有五成的按揭，就是按揭的利息高过租金的收入，也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在亏钱的资产。然后珠海的2个商品房的价格也有点比我们想象的高太多了，商品房2500万，怎么可能？当时大姐承诺的就是说，说如果没有那么贵，现在太多了，所以他们肯定会争这个。想想怎么办？就如果价值不一样，他不一定把这个愿意让出去了。因为他说超过香港的就有意见。对，就是大姐他们不一定就同意了。这人怎么会现金这么少啊？真的，他连100万都没有，他说100万还说多了。珠海的商品房真的是周卫国开具的银行本票全款付清。对，但是登记是黄秀梅。我们先把所有的金额算一遍呗，可以吧？你先给我报，我来算。我觉得这么看来，我们对于每一个房产的梳理就变得额外重要。对，而且昨天的梳理可能有些都要对的，因为房价有点改变了。看一下这个价格上，就48万了。那你借500万，就是他有500万的贷款。感觉下边复杂了，要做数学了。但是这个问题，他说将800万和300万分别用线上转账的方式转给2间公司，那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啊，因为1100万怎么可能拿去打离婚呢？哪有那么贵的离婚啊？而且要转给公司的。对，那就我们不主张怀疑了。他只是就是一个普通的怀疑，我们在调解中就不要去提示。而且我们还不能在法律效力的层面上做过多的分析和建议了。这个其实更轻松了嘛。我们就在开头的时候跟所有人先说，想请问一下大家在之前会面中的诉求，以及因为现在周芳娟女士已经有事务律师了，那您之前的诉求是否有过改变，以及之前在和您3位的这个会面中提到的这些信息，在现在的公聊中是否都愿意，就是有些地方可能我们代为表达。我们可以把每一个净价值给算出来。今天说话速度到目前应该还可以，很不错。Eric， 你把刚刚就是你整理的那一份我们新写的，就我不是写了，然后你把它打出来了吗？好，我列举一下。协议是吧？对。如果了解到这些很具体的信息，可能又会对我们更加的信任。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主张就得改了。没有，意见表达与促成应该是在后面，我们先要展示方案。加油！对，那但时间来不及。那就又比较麻烦。
我觉得这一段说的时候可以快一点。希望我不要忘掉什么东西。哎，好急呀！怕他们不满意我们的方案。来了，3D 来了。我们有点像戏精，他们来了。Hello， 你好，我们到了。Hello， 二姐你好。我应该见到你同事了，谢谢。对。哎 ，Hello， 你好，这边请。我们会有另一组先进行调解，他们在那个会议室，在那边。哦，二姐来了。客户到了。还有事。好，谢谢。是。没事。这个是这个财产的情况，我们还是打印了书面的。关键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这道歉，亲人之间让我跟你道歉这件事儿，或者你让他拿到他满意的那个部分，他也许道歉这部分他就不要求了。所以我反而觉得他有他的委屈，他需要这个道歉。照理说，我如果只要钱，我根本不需要提这件事。所以当面聊一聊还是很有必要的。坐在这边。是，阿姐。你们都来了，他都带着律师是吗？哦，只有大姐没有带律师。是的。你好，这是那个遗产的情况，然后我们打印下来。什么情况下怎么会有这个？他们应该是基于我们之前就是有跟我们问答的时候，然后基于这个来做一个基本的调解方案。后续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个协商谈判的过程。他这个其实就是把我们现在所有的资产的全部列出来，然后还要你要写上东西出来，在那上面填，就是生产多少，是这意思吗？周先生理解的，就我们是确实是先只是列出了这些资产，然后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草案的书写，就是方便我们等会儿如果达成了调解协议，我们就可以尽快的完成这样一份调解协议，就可以签字。明白。他们都有律师吗？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天是调解，所以就是律师的话更多是解决一些法律问题，但是我们调解更需要做的是一个事实上的一个解决，所以就不用。这样对我是不是有点？不会，因为这个调解我们会主导，而且我们会平衡。律师的话不会参与这些太多。紫薇很棒，先打消一下。3位当事人，2位事务律师，你们好。我叫向志远，这是我同事商燕紫薇。今天呢，就黄秀梅女士的遗产分配事宜进行一个调解。今天调解会大致分成2个部分，前45分钟我们会进行一个公共的讨论，然后后45分钟我们会进行单独的1对1的讨论。因为黄女士的遗产它包括香港的部分和内地的部分，所以说本次的调解会呢，它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争议调解示范规则和香港的调解条例框架下进行的一个调解会。根据我们之前的当事人谈话，我们了解到各方的一些核心诉求。首先是周芳梅女士，主要是有3个核心诉求。第一个是希望获得遗产中位于这个半山间道的嘉景台高层公寓的完整所有权，是因为您是和家人住在这里，而且之前和母亲生前都一直住在这里，是一个有感情的一个家。然后第二个呢是就是结合之前的陪伴和现在切实的一个经济状况，希望能够获得一些适当的倾斜。然后第3点就是说，
几乎所有母亲的这个遗产首饰都在半山公寓，所以他也希望尽可能的保留遗产中的首饰。就我们对您的这个诉求提炼的还比较准确，是吗？是的。好的，好。还求夸呢。对，应该是问他有没有什么补充哈。然后第2位就是周芳娟女士。这个周芳娟女士呢，她希望获得一个就是跟母亲比较感情的2个物件，是在遗产首饰中的一条项链和一个手镯，是周芳娟女士先前赠予母亲的，所以她希望把这个物件保留。然后第2个呢，就是3姐弟同为母亲的子女，她应该采取相对公平的遗产分配方案，在具体的比例上可能会有调整，但是不能说太过悬殊。然后第3点呢，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小误会。对，是的。因为之前大姐和这个3弟有说2024年的这个手写遗嘱系伪造这样的言论，然后可能周芳娟女士会觉得很难过，希望今天能够把这个误会给解决，这也是我们调解的一部分。这个表述还可以，他道歉就是这个点哈。对，但是他很委婉的说，这个不错不错，志远也有调整。下一位是周伟国先生，他希望获得位于这个珠海市的一套商品房和一套别墅的完整所有权。然后第2个呢，他是希望获得母亲遗产首饰中的部分钻石项链，因为他可能是作为一个家庭传承意义的一个物品，让妻子来佩戴保管，妻子也比较喜欢钻石项链。所有的财产的价值加起来是1.79亿左右，但是其实押贷也是存在5000万的一个数额，就不小。然后我们最后减下来应该是1.2665亿的一个价值，所以大概是每人3000到4000万这样一个水平。这也是我们认为能符合3位的诉求，然后同时又可以尽量平均一些的一个方案。就是我们这个协议尽量囊括所有东西，就还按照我们昨天那个比例44433。像大姐可能多一点点。他就是要折合所有的估价，然后再平分。对，这个是他们去衡量说到底怎么分，相对来讲比较公平。原来2姐是多少呀？很少吧，10%左右。然后下面关于这个银行的存款的情况，因为我们今天下午也核实了一下，就是关于汇丰银行，它在转账300万以上的时候是必须要去柜台转账的，就必须要本人亲自去柜台。这些钱都是由我妹妹陪同他去做的。我现在刚刚我就看了这个，我跟我的律师刚刚说了，这本来于我了解是有1000多万的，这钱当时都是你在管的，怎么管的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来了，生气了，生气了，这话还挺伤人的。对呀，你是怎么管理的呀？是怎么给妈妈管的呢？就是一下子可能我们300万又是我们800万，2姐确实是会有一点点疏忽，但是这确实是妈妈自己的账户，妈妈本人去的银行，然后我们也了解到银行1100万，你一定是多次必须要去柜台，所以一定是妈妈自己的一个意思表示的。妈妈是可以去，但是妈妈是怎么去的？是不是她自己，心甘情愿去的？这个就不好说了，对吧？然后这个钱转给谁？开始就说，就是这种我们没有证据的推测、怀疑影响这个感情的话，我们就先不说。毕竟我们3位都是很想要达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出去了，我们肯定是有疑问的呀。但是2姐不解释一下吗？其实她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因为是妈妈自己转。妈妈跟您签的2022的遗嘱是在3月22号，然后这个转账这个行为是在3月18号发生的。其实也就是说，在签遗嘱的时候，这个银行的账户里也就只剩下这100多万块钱了。是的，所以就是其实今天对3方我们有衡量过，就是最合适的一个结果就是通过调解，然后这样子可以完全的满足3方各自的最核心的诉求。然后至于另外的其他的资产方面的话，我们也会做出一个平衡。并且其实在前几天我们在会谈的过程中，2姐和周先生都是有表达出理解大姐，然后并且很感谢大姐一直在照顾妈妈，所以也都很愿意对您进行一些倾斜，并且会多给您分配这些东西，所以大姐也会收到这个半山的一个公寓，是大姐最核心的一个诉求。下面就是关于珠海的商品房，虽然写的是妈妈的名字，但是其实周先生是自己全款出的。怎么能证明是他全款出的？
我们这里就是周先生已经拿到了银行的本票全款付清的一个证据。那为什么不写他的名字呢？这大姐说这话。哇，大姐说的啊！大姐别说这话呀。大姐，你现在连我这个房子你都想争吗？那他就是不愿意。他不是想要那房，我感觉他是想要钱嘛。对。就你房子我最后肯定是给你住，但是那个钱的部分你要都把这一半倾斜过来呀。我的态度很坚决的哈。首先一个，那个商品房是吧？就是我妈送给我跟我老婆结婚用的，她不放心，她放在自己名下的。那第二个那个就是珠海那个同心湾那个别墅，她也是明确表示送给我们的。现在也是一面之词呀。也证明不了老妈真的说过这种话。这要掀桌了，我感觉这很无奈啊，这没法聊啊。我们是把这个商品房作为遗产进行讨论了，然后但是由于周先生是全款出资，可能在周先生最后的新分得的这个财产上会有所减少，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商品房分到周先生这儿。其实您也有这个变化嘛，因为之前您九龙塘是70%的这个产权，现在也是给您补齐到100%，然后后续可能也不会有一些产权上这个买卖决定的纠纷。在总价值上，其实您看，跟之前22年的这份遗嘱它变化不是很大，而是一个更加均衡的一个分配。其实这个方案我觉得也是我们想了很久才提出的，大家都认可22年遗嘱的真实性，所以说我们就按在22年遗嘱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更均衡的得出了这个结论。哎，二姐还没说话呢，怎么就认可这个遗嘱真实性了？就是很感谢你刚刚的综合大家的意愿，但为什么周芳娟女士修改了她之前的方案了？因为新的资料显示有一个珠海的房产是之前没有显示出来，不清楚状况的，所以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资料，所以她给出的方案就变成了我刚刚所说的按母亲的2024年的意愿。我想请问一下，您对于珠海的这个房子，是因为您认为它的价值很大，所以您想分，还是说您认为您以后会去珠海生活，所以想要这个东西呢？房产证是写母亲的名字，所以我个人的认为应该落入遗产的一部分，平均分配的意思。那份遗嘱我觉得是不成立的。来了，大姐真的是还是狠啊！对，那份遗嘱在法律上是有瑕疵的，然后。对呀，你那份遗嘱是我妹妹自己手写的，而且我妈妈只是签了个字，连她印章都没有。我理解你的立场，但请你不要介意。我们的立场比较简单的，以我的理解，各位都是想遵照母亲的遗愿。那按照最新的一份有效的遗嘱的话，应该平均分配，但这个方案应该偏离了平均分配吧？请问您是怎么得出这份遗嘱是有效的呢？对，请问你什么证明那是无效的呢？这个有效无效到底谁可以管啊？但是就是香港的话，它有一个遗嘱的那个条例，它本身对遗嘱就是有一个规定，说要具备哪些条件才是有效的。特别是在它那个正文其实不是他母亲书写，然后只是签了一个字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应该还是要见证人的，所以确实有一些瑕疵在。因为当时已经是母亲的老年痴呆症的一个晚期状态了，她缺乏一个医生在场去证明她是有准确的自我意识，能够做出遗嘱的意思表示的。所以说，因为这两个关键事项的缺乏，根据香港的遗嘱法规定，这个遗嘱可能是存在效力瑕疵的，在法律认定上它可能是有问题。对，我们今天是调解，不是在法庭，我们应该没有权说哪一份遗嘱有效。假设没有遗嘱的话，起点都是平均分配的，那平均分配不就等于母亲最后的一份遗嘱的方案？结果上就是您的当事人他分得的财产大概是占总财产的3%，其实和33%的这样一个比例差别不大，有这样一个浮动倾斜给大姐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对，周女士的立场就是按照母亲2024年的遗嘱平均分配3姐弟。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谢谢两位同学，你们可以先出去一下。谢谢。好了吗？感觉应该快好，紫薇站起来了。哦，那我们准备一下吧，把东西收收。
怎么说？我不敢说话，我感觉我一说话他们就着急了。他跟他们讲法律问题，然后那个律师就说：“我们今天不是来调法律问题的，我们今天不是那个律师一直在提法律有效性，那他我一说有遗嘱就是一个我说无效，然后他又说那我不是来，他就说他是有效的，我们说那法律上面确实是无效的，他就说那我们今天调解不是来谈法律问题的，对。”来了，第二组来了。好。香薰，大家也饿了吧？我们准备了一些吃的。谢谢。是。各位委托人好，谢谢。有些讨喜，谢谢。有点晚啊，累了。那挺贴心的。有用哦。那香薰是莫名其妙啊，吃的是可以的。对，香薰莫名其妙啊。您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哎，好，谢谢。首先就是我们是想说一下，就是各位委托人们，其实来到这边，今天外面天气也挺不好的，尤其是那个周先生是从珠海这边过来，真的也都是辛苦了。因为您3位其实自你们出去读书啊，然后各自成家以后，其实也应该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大家坐下来真的去谈一谈。虽然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去讨论这个遗产的这个纠纷的问题，但是也希望大家说把这个作为一个能够增进彼此了解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不在法庭嘛，这是一个调解的一个环境。那我们其实也觉得可以当做就是在半山的那个公寓里面，你们是彼此相处、朝夕相伴的3姐弟，包括面前的这些小食，可能也是以前家里父母经常会买回来的一些食物。那个时候你们也会有各自很喜欢的食物，但是最后可能也不是一人独享，而是互相分享，最后大家都开开心心的一起吃完，也算是不违背父母最开始带好吃的回来时候的这个初衷。其实这也真的很像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去调解的这个主题。这个开场很重要，我觉得诗意的开头就是把大家的这种共同的回忆勾勒出来。对，这是对的，走心了。它总会击中某些人的一部分。可能我们今天整一个意愿，我们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方案，觉得可能可以协助3位达成这样的一个协商，然后我们可能就根据这个我们梳理的议题的这个顺序，一项一项财产的来一一的给大家过一下我们提出的这个方案，以及我们提出这个方案考虑到的原因。那首先，其实之前都在会面中跟大家单独聊过关于荔枝角工业大厦的一个分配。大家在之前的会面中透露出的意愿，其实都比较想把这个工业大厦平分的。那大家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话，我们就做一个记录。是的。大姐之前其实有说，是不是去工业大厦那边有看到过它的一个大概的景象？我记得您其实说过，这个大厦挺破败的，是吧？是，但是它也价值也对，破破烂烂的，它还价值不菲。对，之前和大家的聊天中，其实我们可能感觉到大家都想把这个大厦置换成现金的出售，大家还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吗？就是意思就是把这个工业大厦变主要我们是考虑到说，其实这个大厦的话，它现在因为是一个价值下跌的情况，也许它又比较破败，它可能并不是很好立刻马上就去出手。对，所以可能我们这边有一个想法，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吧。因为大厦现在的实际价值是相对比较低的，那如果说以像这个周先生经商的这些经验，能够去给它做一些改造，其实它可能能卖出比现在估价要高很多的一个价格。那因为大家是去平分，如果你们是一个很合作的状态，而不是在一个诉讼的纠纷里面，那其实是更有利于我们把大厦去在这段时间内提升它的一个价值，最后大家都能有更好的一个结果。像比如说我们去分一块饼嘛，如果是一个人就分走一部分，最后饼没了，那可能不如说一起去想方设法把这个饼去扩大。这是我们的一个
参考。哦，他们这个方式调得好哇！然后呢，后面想要和您3位聊的其实是关于珠海的这个商品房。然后这个商品房其实之前周先生也有跟我们描述过他比较强烈的一个意愿，是他觉得这个商品房是由母亲送给他的这份结婚礼物。但其实您3位有拿到这个证据的材料，其实里面有说到，确实是2010年的时候由周先生开具银行本票全款去做的一个付清。那这套房其实作为结婚礼物的话，可能2位事务律师也觉得争议性并不是特别大。然后就珠海的这个别墅的话，因为我们有了解到，您也说母亲当时有经常会去居住，会去看您嘛，包括父亲也会去看您。这个别墅有没有可能其实更像是您亲情之间的一个桥梁，谁来都可以居住，谁来都可以靠近3弟。那这个所有权，我们觉得可以提议给到您，而姐姐们未来过来，我们也希望可以主张一个居住权。那弟弟这边由于已经分得了珠海的这个房产嘛，所以香港这边的房产弟弟就不参与分配了。哇，这都是很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漂亮。所有权和居住权可不太一样，但是情分上、心理上会舒服很多，把一家人拧到一起了。然后我们是想说，关于沙田的这个公寓，还有九龙塘的这一间公寓，其实我们有考虑到一个挺有趣的点，就是我们这2天有联系一下，关于这2套公寓的周围的这个房屋中介。你好，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沙田这边明城1期的房源。对，这2个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个笔架山1号它价格贵这么多呀？九龙塘的公寓，它从面积上是1000尺，而沙田的公寓面积上其实是870尺。但为什么他们在这个估价上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甚至是2倍以上的区别？其实它的优势点是因为它是学区房。那学区房其实对于2姐来说，2姐是没有子女的嘛，那对于外甥女来说，其实她是一直是视入己出的。所以我们其实考量的是，对于您来说，这个九龙塘的公寓，其实实际居住的话，并没有说有非常大的价值，但也许对于姐姐来说，这个居住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件事，因为刚好您的2位女儿已经25、26岁了，是的，可能未来马上就会经历成家立业，那可能很需要这个教育资源。2姐其实是不是也希望有一些便捷性，因为她太忙了。而这个沙田的公寓，其实它现在已经出租出去了，您不需要去找租客，您也不需要去说非要把它变卖掉。如果这是您一个人的财产的话，您只要去拿这个租金，或者您可以去居住，这是一个非常对您来说很实用的一个解法，所以我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提议。陈可儿组抓住了委托人的需求去分配房子，这一点考虑得很好。他就不能按价格去抢，是按实用性去说服人。火药味儿的就少了很多。他没有拿钱在说事儿了，讲亲戚。然后我们下一个可能想和您们说一下关于半山的公寓的事情。对的，这个半山的公寓，其实大姐在之前的沟通中有和我们非常明确的说，是希望能全部的这个公寓份额都是归到您的。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大姐和孩子，还有孩子的外婆，也就是你们的母亲，是一直都住在这个半山的公寓里面的，相信对这个房子是非常的有感情的。所以说，我们其实是比较希望，就是按照之前大姐的意愿，我们把这个中环半山街道的这一套公寓去分配给大姐。这个没意见啊，这个可以接受。然后我们可能想跟大家再聊的就是这个关于金银首饰、翡翠和玉饰的这个。这个母亲的这些金银首饰什么的，基本就是在我这个房子里边。那我是觉得，他都把房子给我了，而且他也都写了这些，那我觉得是都应该。大姐这样子，那个首饰，反正你看有那么多，我昨天也有跟你们提出来，就是那个钻石耳环和项链，我是说实话，就是我太太比较喜欢，说实话吧，我就想你这样说吧，你要是说你女儿喜欢，我是没有意见，但是你要说你太太喜欢，那我觉得我是不会给她的。又回来了，完了！
因为自从你们结婚以后，他都没有来看过妈妈，是不是？你还说他留着这个有什么意义呢？一点意义都没有。怎么没意义呢？他这个就是说，你要说你留着，或者说是他们。你说你得的都够多了，这么一点你还跟我来争，你真的是啊！其实呢，我们是觉得这个争吗？对，这个不是跟我争吗？你这不是跟我争吗？啊，稍微冷静一下，大家。对。你小的时候是谁带你的？你都忘了是不是？哪有老婆戴在身上好看啊？我看到也是个念想啊，有什么问题吗？那你就说你要就留作纪念就行了，你干嘛要说是给你老婆呀？你老婆本来妈妈就不喜欢她。我老婆是我老婆，我爱我老婆不行啊！真的是，你真的是。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闻一下这个橙花的香薰，调节一下心情。就是其实我们完全理解，就是大姐所说的这个珠宝配饰，它其实都是在半山公寓里的，因为都是母亲留下来的一些物件，相信对于妹妹也好，对于弟弟也好，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念想。那其实还有一个需要讨论的财产方面呢，就是关于母亲留下来在汇丰银行和中国银行这边的一些现金。对，但是我看了这个，现在只剩下这么一点。对呀，现在这个钱为什么就剩这么一点？这个钱到哪去了呢？又开始说二姐急了啊！其实这个据我们了解到，也是您母亲受到了一个诈骗，也确实有证据证明您母亲把两笔钱打到了一个诈骗的账户里，且这2个账户且已经消耗了。那以前我妹妹也开2个公司，她的账号也消了。Oh my god！那您弟弟也开公司呀？对吧？但是钱没，就是说呀，所以家人之间，我们是觉得这是一种猜忌嘛，对吧？但是我就是觉得这笔钱真的是被诈骗走了，我们也有知情权呀。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哦，完了，已经不想说话了。因为可能母亲也有跟二姐是不是有说过这个事情，觉得也不是很想，因为毕竟也是母亲自己的财产，并且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被骗了的一个这样的母亲的角色，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造成儿女的一个担心，觉得挺尴尬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二妹的一个疏忽。对，但这毕竟是母亲的账户嘛，对吧？其实二姐能做到的，她已经其实都做到了。然后就是刚刚其实关于现金的这个议题，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再聊一下。按照之前的一个22年的遗嘱分配是给弟弟的。但其实我们之前的这个分配方案里面也看到，珠海的别墅本来应该是由姐姐占其中的一半的。是的。那我们也想和周先生这边沟通一下，有没有可能就是把香港的这一部分的现金都给到姐姐，因为姐姐她的家庭的这个可支配的现金数量可能没有您这么多。那如果给到姐姐这样的话，姐姐的压力会小很多。他钻石耳环项链都不给我，还给他钱？姐姐其实前面我看到姐姐点头了，是的，就是可能您也没看见，她其实点头了，她愿意把这个给到您这边。大姐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吗？我没有啊。2位。因为你们刚刚给我们这个分配表了，没有详细的列出来每个人的总数有多少。那我刚刚粗略的计算了一下，另外2位如果没有算错的话是6000多万，我客人周芳君女士只有3000多万。但根据母亲最后的遗愿，我的客人的立场就是，无论那遗嘱有效还是无效，2024年是母亲的意愿，所以他认为起点依然应该是平均分配。那等于我比你们都少1半儿，我不能忍。其实这个遗嘱上面，因为我们不能提供法律上面的建议嘛，但是二姐您也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发起一个诉讼，有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就是您这个2024年的遗嘱是无效的，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我相信就是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消耗的时间、消耗的感情和金钱，也是您不太希望去产生的。对，所以我们想的是可以通过一个比较好的沟通，我们之后这个初步的计划不是固定的，我们准备了一个空白的调解方案，我们是可以随时去根据大家的需求再沟通和调整的。对，这个您可以考虑一下。有没有人上面特别在意？
这么说话就舒服多了。对，这个视角，我觉得当事人是接受的。而且现在已经到221了，对，也离他心中的3其实近了。我插一句啊，就从法律上面来说，那个啊。你那个都不一定是能作数，对吧？其实弟弟，我们这句话，另外一个于情于理来说，是，你现在还好意思要那么多吗？对呀，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说你离婚，对呀，你读书怎么回事？你心里有没点数啊？其实离婚你又得到那么多钱，还有2套房子，你说你还跟我们争这干嘛呢？我只需要一个公平。但是他本来就是他花钱，家里面的钱最多，而且他对家里面的付出是最少的。你想他出国留学就是7年，要花家里面多少钱？回来以后他又忙他自己的事儿，妈妈几乎他都没有管过。他有什么不公平的？他为这个家付出了什么呀？对，我其实想替二姐说一句话，我们完全相信这份遗嘱是在全真实的环境下，包括您所述的事实信息全部都是真实，不含有任何欺诈的前提下，我们其实觉得在当时定遗嘱，他的那个愿可能更多的是希望您3位不要产生纠纷，他不希望让你们觉得有任何人被偏袒了或者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其实真正他的这个愿，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情感上的一个愿。把妈妈搬出来还是对的啊。咱们坐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律师。在今天接触到这个遗嘱之前，没有一个人真的去看过遗嘱条例里面要求的效力，第5条它的效力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事情对于二姐来说，她并没有想过这个遗嘱的效力要怎么样。她当时其实想要的就是一个公平。她现在想要争的其实是一口气。其实您2位有非常幸福的家庭，有非常好的伴侣，有非常优秀的女儿，而二姐其实是很孤单的。天哪，我的个妈呀！我觉得一个就我们也是有过留学经历，其实知道有一种对家很渴望，但又很害怕触摸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你出国留学过很多年之后，你觉得父母会说兄弟姐妹对你就没有那么了解了，然后你觉得其实你回来以后你很想靠近他们，但是真的非常陌生，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其实可能二姐心里是，哇塞。的共情了。而且其实父母都是希望孩子能够有事业上很出色的成就嘛。当时决定让二姐去留学，想必也是就是寄予了很大的一个希望。那是他自己闹的。父母没有办法了才让他去的。对，因为当时年纪还小嘛，能感觉得到，其实二姐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她当时就是希望自己能做得很好，能够出去。但是真的，我觉得就是留学生的心态，就是真的出去了，才知道这一步意味着是什么。等回来了以后，他其实更需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支持和认可。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挺能理解二姐的心情的。包括其实她到现在可能2021年离婚了之后，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她是没有感觉到太多亲情的力量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给彼此一个机会，真的。大姐，您记得之前二姐有过资助您女儿，是不是有付过一笔不菲的这个留学的学费啊？他资助他也是应该的，因为他花家里面钱最多，他是对我也是一个补偿，应该是。其实亲人之间经常会有这种应该了的感觉，其实妹妹又何尝不是呢？她给这个钱的时候，她也觉得她是应该的，但是给完这个钱被说应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可能不一样了。哇，这句杀到了，细腻。就像如果妹妹在高中的时候您照顾她，然后她突然说长姐就是乳母呀，您也是应该的，那您哪怕是主动去照顾的妹妹，那一刻你的内心又会是怎样的感觉呢？应该也是觉得挺难过的。是的，然后这个我们之后在后面的这个单独沟通的过程当中，相信也会跟各位做更进一步的一个梳理，让大家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吧。那我们的第一部分就，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比例的部分，我刚刚已经说过，我们的立场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就不再重复了。但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
周凤娟女士希望2位姐姐跟弟弟盗窃的部分能不能也加在这个协议当中，这也是她一个关注的重点。好的，没问题。道歉，我们道什么歉？我们做错什么了？我们道歉了？我们做错什么了吗？道什么歉吗？我们之后会跟各位再做更细的一个沟通。那我们的第一部分就到这里，然后之后有单独跟大家沟通的部分，我们会继续的把这个整个方案来给调整一下。尽量做到大家都满意的一个结果吧。我们开开心心的回家，时间也这么晚了，希望大家不负此行。对，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2位同学，你们可以先出去一下。这个粥的话，吸管插进去就可以。小心一点，有可能会溅出来。OK，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缓解一下哈。哇，很棒哎！我觉得可儿，他可以，他直接第一个 offer， 可儿是肯定拿了，就看另外一组了。好，我们现在即将会进行第2部分的调解。那你们会自己选出来，想和哪一组的同学先进行第2部分的调解？我们的 OK。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太听得懂二姐到底是不是真的要1/3。如果她真的要的话，这个和解不可能达成。我觉得是要道歉的。我觉得是要道歉，对吧？不是真的要1/3。一会儿关键的就是在说服大姐和3弟向她道歉。对。那我们现在想想有什么理由？一会儿如果真的要进去的话，就要攻克2姐。别让现在要求道歉。我觉得今天他有这些疑问，我们就问他原因。我们只有问到原因以后，才知道要怎么去解决。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一直坚持问他为什么要住海的房子？他确实一直没有怎么表达过自己的想法。这是个深仇啊，应该好多年了。保持663的比例，同时一个道歉，这事儿离成功就很近了。请等着，我们休息5分钟，大家可以吃一吃，吃点东西。客户选他们先进行，开始。好。没事，陈可儿组优先，但他们确实做得好，他们当然毫无疑问。安妮大律师好。客户选择了你们先进行这个单独会面，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好，我们回去拿下资料。好，当然可以。然后你们想一下怎么就是跟哪一位先聊，然后那其他人就是不可以反复的切换。可以。好，谢谢。我觉得不见得是坏事。调整好情绪，没事儿。我没事。好吧，那这就只能自由发挥了。重点就是道歉，是的。然后再跟他们确认一下这个方案。好，走，他走，加油，最后一冲，加油。谢谢3位的信任。我们还是想和3位先单独会面一下，想看一下能不能先从大姐这边先开始。就我们先回地下室这意思吧？对的。您可以先稍作休息，把这个吃的带着，可以先吃点。谢谢。单独，一个一个来。我们是想先说一下关于那个网贷的那个事情。首先，这个现金其实我们在整个主张里面，主张也是留给您的嘛。是的。我们是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对于您来说，是不是就不要再太多的去提，去可能加深对于弟弟对于这个钱的这个印象也好，或者说什么别的也好，可能不利于您去拿到一个现在这个现金。
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的话也是因为您前面提出的几个点嘛。第一，您觉得这个是姐姐有意而为之挪款的行为。第二，您觉得可能姐姐为什么不告知？其实您这边是一个单纯的怀疑，或者说您有任何的这个证据我们可能不知情的有误会的吗？那倒没有，对，是吧？所以其实这可能，只是一个没有太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怀疑。那可能这样子的一个怀疑只会加深彼此之间的误解。您可能就觉得二姐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冷血的，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的人。但其实您回忆一下，您觉得她会是这样一个人吗？会是这样有意去挪用的一个人吗？如果她真的这么在意金钱的话，他其实也当时不会主动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了。是，就是他很主动的想要和您的孩子都去建立一个亲情的关系。因为刚刚其实是说到这个学费上面您的一些反应的时候，我看到二姐其实她并不是说很愤怒的起来和您去做一个回击，她是真的很伤心的这样的一个表情。我们会觉得其实，您可以和二姐可能再多沟通一下，多对彼此有一个包容的态度。您的婚姻非常幸福，您有2个非常优秀可爱的女儿，但是其实对于二姐来说，她现在可以说是没有任何陪伴嘛，尤其是在现在50几岁这个年纪，她其实回头看，觉得最珍贵的，其实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我真的觉得很能理解她，包括那天她其实我们单独会面的时候，可能您2位不在，她就没有那么多的伪装，或者说那么多的这个铠甲，她很真诚的告诉我们，其实她在意的就是亲情。然后我们还想和您最后确认一下，就是我们提的这个可能提议里面，除了您觉得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二姐要去主张这个遗嘱以外，别的诉求您觉得得到满足了吗？别的，我觉得就是按照你们这个分配，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好，没问题。如果您觉得 OK， 要不咱们让二姐进来？可以。好。没提道歉啊？这是先缓和了一下嘛，对吧？他自己去考虑，你现在逼着他做这个，好像也不太行哦。好，谢谢。没有，什么意思？不知道。他们丢了，不会吧？二姐想问一下，可否先跟您聊一下 ？OK， 好，谢谢。咱们在哪聊？在这边，还是原来的会议室。好的。我问一下他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好。好，周女士，刚刚我们也跟您的姐姐有聊了一下，其实我们感觉姐姐可能在和您和弟弟在一起的时候，会是一个有点像那种长辈的角色，有时候可能她说话会有点直接，那她其实真实的想法可能并不是这样的，只是说以一个这样的角色，那她可能习惯了这样的说话方式，那因为这种方式呢，可能会让您觉得有一些委屈，这些我们也都跟姐姐有沟通过了。那刚刚的沟通，我也感觉她是很能理解你那个处境，只是可能大家都不太好意思，真的说去开口。对，毕竟也都是在这个年纪嘛，都有儿有女了，真的就是觉得开口吧，也是不是一个容易事儿。而且其实你也能感觉到弟弟这个人的性格吧，包括大姐一说他的媳妇，他又是要跳起来的人。其实您也能感觉到弟弟的性格，他就是这样，他没有恶意。他其实之前也跟我们表达，他说就是不理解为什么您当年一定要出国留学，他觉得父母很辛苦，真的就是这么一个原因，没有任何别的。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想，您为什么就是执意要出去？您也是考虑您的父母的，不是说您就不孝顺，更不是说您就是虚荣，对吧？就是把这个给他们解答一下这么多年的疑惑。但
我们还是想和您再去确认的，就是您如果得到一个道歉，是不是还一定要去对抗性的主张所有财产1/3获得？如果说您的姐姐弟弟给您非常诚恳的道歉，并且诚恳的相信您、支持您，您是不是真的要继续保持这个对抗性的诉求？其实是这样，我相信大家都是想维持一个和谐的家庭关系，但为什么周女士她今天来到改变的立场呢？先让我自己来说吧。好。好。哦，说话了。其实我跟我弟之间的那个芥蒂呢，是源于我出国留学那时候开始的。我弟呢算是那种从小就是百依百顺，要什么有什么，然后我呢就是苦苦哀求也得不到的那一种。我就觉得父母对我非常的不公平。我高中的时候，我看到身边很多同学都出国了，我也很想出国。我就问我妈说，我想出国去，我也知道家里有一笔钱，但是我妈说那笔钱是给你弟买房的。我就觉得凭什么呀？后来在我苦苦哀求之下，我妈还是让我去出国留学了。出国以后，我弟呢就更加对我怨恨了。回到香港以后，跟我弟之间的关系和我姐之间的关系联系就更少了，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子，我弟他对我偏见很大。我妈生病的时候，我去看她，我就跟我妈说出了我这些年积累在心里边的一些怨恨。我妈就觉得其实是我误会她了，所以她让我给她立下那个遗嘱，把那个财产平均分配。这样子呢，就可以表现他对家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样的爱，同时他也要让这个来表现他以后我们家还是一家人，我们不会分开。其实我对我妈的财产我并没有太大的要求，我只是希望我姐跟我弟呢，他们给我一个道歉。因为他们当时说我逼我妈签下那份遗嘱呢，是因为我强迫的。我理解。对，这个对我名声上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侮辱，我必须要他们还我一个公道。同时呢，我送给我妈的项链和那个手镯，我必须要拿回来，那是一份情感的珍藏。明白。就是这样子。我们刚刚跟二姐和大姐都聊了，而且二姐其实您很大的一个误解就是您觉得她是为了钱来的，觉得她是一个虚荣的人。她真的很想出国吗？真的很想让父母辛苦吗？真的很想用您的钱吗？都不是。他要的其实是一个公平，一口气。他是一口气，包括现在这件事情，他到病床前去问母亲的其实是您有没有偏心。母亲最后立了这个遗嘱，他想要证明的就是母亲没有偏心。这个遗嘱的有效性对他来说不是去瓜分遗产，他知道没有法律上的效益，但是他要证明的是母亲在里面说的那句没有偏心，他就是想要证明他不是那个被舍弃掉的那个，不是说永远偏向另一方，而他就是那个不重要的人。因为家人之间嘛，真的没有什么隔夜仇。其实对于二姐来说，您二位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二的亲人了。就我们前面也跟姐姐解释了，因为您毕竟是个男生嘛，咱也这个岁数了，有女儿的这个一个爸爸是挺不容易。因为他这个话，说实话呢，从来没跟我说过的。太棒了，他说成了。哦。拿餐巾纸，有没有餐巾纸？这边怎么了？他开始哭了是吗？对，他开始哭了。猛男落泪了。能把人聊哭成了。因为说实话呢，大家都是对吧？都是一个母亲所生的。真的，以前我对他就是这个，他读书真的是，本来我们家本来都是比较穷的，对吗？刚刚有点起色，
把钱就要花了，是吧？可以理解。但是呢，确实他也不容易，又离婚了，然后可能也缺少点母爱，可以理解，好吧？所以我其实我是很不理解他，就是他自己离了婚，又没个孩子，说句不好听的话，以后他老了什么的，那是不是我的2个女儿还有可能去给他去养老啊，干嘛的？这真的挺感人的。您说这句话，可以理解，好吧？可以道歉，好，没问题啊。好，谢谢，谢谢。那我们觉得可以叫所有当事人回来。大家都回到我们的现场。谢谢，谢谢周先生，谢谢周先生。但是这件事真的从根儿上来说，就是他妈妈爸爸从来不跟孩子沟通，他们家沟通人太少了。你可以平复一下。感人啊！哎，您好，可以麻烦您2位也一起回到那边吗？对 ，OK， 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好的，谢谢。好的，好。谢谢。请。我们其实理解3位当事人的心情，其实都需要平复一下。可能真的很多年没有过这样去袒露心扉，对，去互相把以前的矛盾说出来也好，或者是说，我觉得由您3位自己说吧。他终于看对方了二姐，说实话，其实我们平常沟通的比较少。今天通过2位的叙述啊，我觉得你也不容易啊，确实对你误会，不好意思，抱歉。来吧，抱一下吧。好多年没抱过了啊。好多年没有抱过了，这句话才扎心呢。谢谢你的理解。其实我现在也是挺理解你的，确实自己一个人过得不容易，然后你也对我们家帮助挺大的，希望你记心情。谢谢姐。哦，我的天哪，我真的，我就受不了这种。是，其实我觉得，其实姐姐一直在意的都是遗嘱里那句话，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就是到底是不是有偏心过，还是对你们3个是没有偏心的。她其实只在意的是这一点而已。我觉得我现在理解老妈的意思。谢谢3位。那最后跟您3位确认一下，就是我们所新提出的这个方案，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吗？可以接受的。那非常好。好，那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话，其实我们也非常祝贺，也非常高兴嘛。就是这一次晚上也不远，像周先生从珠海跑过来，我们替大家解开了这个家人之间的心结。其实我们也认为是家和万事兴嘛，希望大家也能回到像小时候一样，大家互相扶持帮助，大家都是在社会上非常优秀，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相信在一起一定能让整个家庭都得到更多的亲情和陪伴。好的，也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小姐，今天到此为止，恭喜各位，送一下。谢谢。好。可儿可以拿到 offer 了，应该一定可以，可儿值得。怎么会有这么棒的实习生啊？看出结果了。谢。这是达成了。啊，这是签了？不知道。就
3位从来的时候和回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状态。紫薇、向志远，我们今天考核结束了。太强了，对手太强了。太强了。没事，我没事。你有事？我主要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如果我们去谈的话，其实是有机会对我的。我觉得他们因为是没在现场看，他们要看了不会觉得遗憾的。这得服。你的食物有效吗？啊？你的食物有效吗？他们没吃，反正。太感动了！哇，你们真准备相分？天哪！志远，这个时候意识到情绪的重要性了。哦，已经12点了。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最有感想的一天。不像之前跟法条度过的冰冷的夜晚，真的是很温暖的一个夜晚。你真的很适合这个课题。我也觉得。好，同学们，今天的考核已经全部都结束了，大家准备查收邮件。好的。最没悬念的一次揭晓答案，对我来说。这个留学费用你们是怎么问出来的？就是女儿的学费用。问了他就说了呀。你问女儿的情况是吗？我们问了很多，你可以看我们写了多少，我们写了2万多个字。看一眼你的吗？你看我们一开始开篇写的第一段，我觉得就已经很打动人了。哇！你不觉得第一段很感人吗？就是真的拿吃的，不是给他们吃，也不是说哗众取宠，就我觉得这个比喻句很好。就是你今天在瓜分财产，其实你只是在分食物一样。天，这都是你们想的。对啊，我们真的已经想很多了。哎呀，这太有同理心了，心服口服啊！你们有跟那个看下去周先生确认他房产所有权的事情吗？确认啊。你给他说他无效了吗？我跟他说别墅无效，我说别墅不是一个礼物，只是一个父母和你之间互相看望的桥梁。但是在法理上是属于，你觉得他听法理吗？他根本不听。但我们又不能给法律意见，我们不能给法律意见。对，因为我们是调解员，我们不是 qualified。所以我想通过事务律师的嘴说。终于有人跟他说这句话了，这人没人听这个。你不能这么说，因为你不能判断这个东西到底属不属于他。那你不是可以给？他终于知道紫薇想什么了哈。行吧，陈可儿能够听见我们的掌声吗？咱们给他呀！掌声！陈可儿，好吧，超级棒！终于的情绪价值给的也很够。终于等到你，这句话真的是开始了。这组高光了，这一集绝对高光，太厉害了！此起彼伏，向前递进，环环相扣。哇，他太酷了，因为他聊天的方式跟我比我强多了啊。但是说那个技巧，我之前是很明白的，就是说你先把对方的心里话先说出来。对，他甚至把对方的恨都说出来过，像手术刀一样，一层一层。把所有当事人心里最介意的那些点，我懂你是吧？而且他最后中间还有一段共情到他自己留学生涯的时候，他自己眼眶也泛红。那一下他也想到他自己异国他乡，他那个动情是非常真实，而且一下让2位没有过留学经历的大姐和弟弟一下就感同身受。而且他们中间还准备了食物，做了香薰，这些小细节你看了之后观感怎么样？食物是很棒的，香薰是没有必要的。有点多余。没有，但是也有作用的。那个终于
说先闻一下我们的那个香味。哎，那个香薰喝了起到奇效了，起到作用的。哦，我看到他们买的都是以前小时候喝的红豆冰。哦，所以食物是有讲究的，是吗？对，是属于香港人的儿时记忆。红豆冰就是小时候都爱喝的一种饮料，大部分人都喜欢喝。哦，这么细啊！从味蕾上拉回儿时的回忆。对对。哇，这做细节做得太细了，无懈可击啊，真的。刚才蛙哥是不是都掉眼泪了？真的，我这是好像真的很能带入他的那个情景当中。他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跟我们那个年代很像，他讲的情景好像就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当时想出国啊，一些兄弟姐妹，就是都很像，非常像那个年代想的事情差不多。曼姐家里有兄弟对不对？我有，我也是在中间的。哦，我也是。老二。哦，你也是，我也是。但是我觉得，偏心肯定有的。就因为10个手指都有长短嘛，而且每个人对每个人的喜爱也不一样。小时候可能会不理解，但是长大以后，我觉得也应该明白这个事。对，它是阶段性的。就比如我喜欢你多一点，我没那么喜欢他，这个很正常，没有全部都一样喜欢的，不可能的。所以小时候的事，我觉得不应该带到长大以后。长大以后我们长知识了，就应该体谅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没有绝对的做对的，没有绝对的做错的。我们子女啦都是有错有对的时候，那为什么你要就那么执着呢？我觉得。对，我们觉得兄弟姐妹都是开始从小到长大慢慢理解，爸妈都是尽力做到不偏心这个，但总是就是其实自己心里面知道，这父母其实都爱我们的。蛙哥也是哇，我看他哭了，我感觉我也要泪奔了。你能不哭吗？怎么了，蛙哥？蛙哥，这情到深处是吧？都是，反正就是百感交集。哇，咱们这个是眼泪一来，咱们就是停不住哈。没事，咱们慢慢的啊。因为可能你就小时候的年代，就是家里都不是很富有。是的。那你不可能把家里的钱都平均分配给几个小孩的嘛。其实把所有东西直接的说出来，反而好像刚才的直接吵架反而挺好的。吵了出来的原来就知道了，是这样的，那就没有不开心的嘛。明白。柳岩姐好像家里也是有兄弟姐妹。我小时候被我妈哄得很好，她每天跟我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对你跟你哥哥的爱是一样的。有哥哥啊？对，我跟我哥差4岁，所以我打小很好糊弄，我就一直觉得是一样的。后来直到30多岁之后，我才知道，有一天我才知道，原来偏心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那一天我跟我妈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然后我妈承认了她偏心这件事，她说，你哥哥比较辛苦，他要打工，而且他有孩子要养，然后有自己媳妇儿，然后也要在家里照顾，也没有办法出去挣钱。而你的经济收入比他好，你的工作又好，你什么都好，那我当然会比较偏心和心疼哥哥一些。其实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才是我崩溃的时候。我就说，妈妈，你知不知道这个家里最可怜的人是我？我天！别说，没法录了。因为我说哥哥有家，而我什么都没有，我是一个人。然后你还要偏去哥哥那边，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人，我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崩溃。可是当我们互相坦诚了，我就说偏心就偏心好了。你要知道，父母偏心并不代表他不爱你啊。就是你不能否认他对你的爱，你计较那30%还是33%、3个点，有的人很计较，会把它放大，你就会有怨。可是如果我接受这一点，但是你还是爱我，对，就没有所谓。是。然后我要更爱我自己，所以我这几年我就想得很明白了，就那一瞬间的时候，就说哇，你居然你承认你偏心，小时候你都骗我，哇，原来你觉得哥哥更可怜。
然后你真的没有把关注点在我身上过吗？我才是最孤独的那个，就像二姐的那个心态一样嘛。就是她离了婚没有小孩，然后她的弟弟和大姐都说你最不缺钱的，你争这个干嘛？所以我有时候我也能带入到二姐那个心态里去。她要的只是一点爱。等一下，难过，我说难过是偏心跟被偏心都难过。哦，怎么了，蛙哥？你以为你以为被偏心很好，被偏心也很难过，这样被偏哦，有负罪感吗？对不对？会有一点点都不舒服。哦，是蛙哥是兄弟几位啊？我有2个姐姐，1个妹妹。我们小时候都不理解嘛，所以慢慢才回想到，其实我们当时不应该不理解这个爸妈这样。这有一个小例子是像有时候每年逢过年都会买一些新衣服过年，可能我会有买到新衣服，有时候，然后大姐可能会买到新衣服，那二姐可能会妹妹可能会就是可能要借大姐的衣服，有时候小时候不知道，当然会觉得那是是不是父母偏袒于某些人啊？但我们长大就慢慢知道，那就是省钱呢。这种事情累积多了，就会慢慢理解其实他妈妈已经在怎么对我们公平这件事上，就慢慢理解。小时候我都穿我哥的衣服，难以想象。穿到3、4岁，我爸受不了了，他说她毕竟是个女孩，你再这样把她打扮，她以后就像个假小子。但是我觉得这一切特别动人的点，就是在于这些细枝末节，感觉是阴差阳错的事情，塑造了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因为柳岩在我心目中一直有男生的那种坚韧，一种飒爽，一种不认输的感觉。原来是从小穿男生衣服。他的眼神之中饶给我一种，就是他就是我要拼，然后我明白了，我一辈子过得苦的原因，就是我从来没有被偏爱过。这话说完之后呢，我跟这边聊会儿天。哇，这我怎么接呀？女生说完这句话，但是你说他二姐目前看起来是工作方面最优秀的一个人。他被工作偏爱了，他也被他的事业偏爱了。我缺的那份爱是用别的可以补上的。我天哪！我学到太多了。我现在有3个孩子，他们的那个结构跟我家的孩子结构是一模一样的，年龄差也差不多。我会很认真的思考，老二是不是真的是很容易忽视的那个？这个在家庭当中，哪怕你有意识的去规避，是不是也规避了？然后老3就在最小嘛，你很多时候老是会想他最小，很多时候这老大老二是照顾他的，那个老二是掉在缝隙里的一个位置。但是至少在我们家有一个原则，就从来没有过什么大的一定要让小的，小的一定要让大的呀，从来没有。因为我老婆她是家里的老大，而我又是家里的弟弟。所以我很理解你说的，刚才蛙哥说的，就是爱，不论是你被偏爱更多还是更少，都不舒服，都是压力，都是负担。我跟你说，不管怎么着，我觉得他呀，以后就让那仨子女过来辩论，谁能把他说动了？对，说你服给你，你们仨人跟我辩论，挨个是不是1辩2辩3辩吧？1辩2辩3辩，跟我辩。他们3要是打一场辩论，那我希望那场比赛的评委是陈可儿。是要有这样一颗同理心，要有能够真的进入到每一个人世界里去的一个视角，我心里才觉得踏实。因为最后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掌声还是要给到刚才这如此优秀的可儿，这个真的太棒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出一个我们的选择，这个选择有点难还难吗？陈可儿吗？是什么？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很完整的洛欣的这个呈现，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是有2人都是80的 KPI， 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在大致现在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这边可儿拿到，就已经拿到了。那接下来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洛欣也拿到了，所以3位导师会在他们2个人当中2选1给出第一个 offer。第2种情况是洛欣可能就没有拿到，那可儿就自动获得我们第一个已经发出的 offer， 就是我们这个额外的奖励，就是说洛欣能不能拿？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易达职场自在时刻所以我们要猜的是，我们要猜本季第一个 offer 赢得第一个 offer 的实习生是谁呢？它有2层意义，第一是洛欣能不能胜出，洛欣能不能赢过可儿？3个大绿选谁？他俩？我说实话，这个灯点的也确实有点太难了，这个信息给的也过于不够了吧？我还是会投可儿，我觉得这个冲击太……可儿这边就是无懈可击。对，我觉得我也投可儿，他这个炸太炸了。因为你表面上看他只是打感情牌，其实他就是细枝末节分析的非常清楚，而且方案给的也非常合理和清楚。而且我觉得他最神来一笔就是确定2姐到底是要33%还是要道歉，这一点他确定的非常准确。对，他拿到
了之后，他接下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力，他就非常清楚。而且他还有很多建设性方案的提出，对，包括它里面有更多的去打电话问这个房产的情况啊，学区房的分配啊，他都说到大家心坎儿里了。他的每一个方案，对面几乎没有反驳，因为找不到点反驳。你想反驳的点，他都帮你考虑好了，这太细腻了。我说句实话，我第一次看完这个调解之后，更新了我对调解的了解。原来我对调解的意义，我其实完全不了解，因为我觉得很粗浅的认为，法庭是可以诉讼、可以判的，可以强制执行，你就交给法庭判了，你干嘛要调解？后来我看完他们调解之后，我觉得调解的灵魂真的就是情感上定分止争，同时它调和，它调利益，但为的是和人心。其实当时我们都在他笑说，仲瑜说，哎，我要让你们和和睦睦，我要摆这些东西。他和和睦睦的说4个字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很触动。就是他其实调和调解这件事情，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去化开这个矛盾，接近和和睦睦的这个目标。他那个像海浪这样打过来，就是太猛烈。舒适按摩，情感按摩啊。我感觉应该不可能有再一种这么浓烈的感觉。感觉他是走心的，可儿是走心的。那我们投票好不好？投票，举手。我们认为全票吧，全票。觉得这一次我们本季第一个获得 offer 的实习生是可儿的，请举手。可儿，全票通过。接下来我们去黑板盖章。OK， 那这次我们请我们柳岩姐好不好？盖章，柳岩老师来，我们接下来再盖哦。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盖上 offer 的印章，代表我们加油团的投票，帅气。好的，真好看。是现在公布了吗？这次我们不用点灯，我们做出我们的决定，然后下一期的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洛星组的表现，我们要看到洛星组的表现，就心里有数了。对，然后我们就大致知道我们这盏灯到底能不能点亮了。但是无论如何，此时此刻我们首先要恭喜陈可儿是突破100 KPI，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正是你的精彩表现，帮助我们解锁了这个隐藏的福利，也看到了第一个 offer 也即将给出。当然，这次的我们课题6大湾区的争议解决到这里，某种意义上也告一段落了。它给所有的实习生展现出了一个法律之外的一个温暖的天地。我觉得仲瑜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终于不像之前的每一个夜晚度过的好像有冰冷的夜，对，冰冷的触感，所以他们真的有心了。而且真的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淋漓尽致，我觉得值得这100 KPI， 也非常值得手上的这第一个 offer。然后我们在这里也要更加要跟各位强调的是，这也呈现出了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到一起之后，整个中国各个地区生活文化交流更加紧密而且深入之后所能呈现出的一种新的趋势，就是整个律政行业发展的无界化的趋势。因为我们之前老是会觉得不同的法系、不同的职业资格等等，但是整个大湾区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里有非常大的一点，就是这种不同法系之间的无缝衔接。无论是香港的大律师、事务律师，还是我们内地的律师，业务知识和知识储备在接下来也会更加全面。这个对实习生也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机会。因为对你们来讲，你们如果未来在这个领域当中，在成为桥梁，然后成为连接的，成为发挥你们这个实力闪耀光芒的这个职业身份，会更加有利。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把压力给到洛星了。下一期的开始的第一个 VCR， 我们就会揭晓整个洛星组在这个案件当中的工作情况，它到底能不能形成有效的冲击，会不会让第一个 offer 重回悬念？我们拭目以待。谢谢你们的收看，下期见。调教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拜拜。一会儿我们大约5点见委托公司的代表。你要做民事诉讼的话，我们去告谁呢？先去问公众号，他们背后的持有人到底是谁？在香港提起诉讼，在声誉上面来说的话，对公司可以是个考量因素。跟上课似的，教科书的一个建议。认定一个集资诈骗罪，要比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打可能更合适。其实更多的是打下一个良好的一个商誉。流利陶醉在了孩子们的优秀里。我觉得第二组顶层逻辑是很好的。但是呢，我就觉得他们的报告太学术性一点。但这恰恰是我看中的。但是我觉得第一组同学也是非常现实、非常实际的一个给客户的建议。他们开始辩论了，开打了。因为2组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会看宏观，我会看顶层。第一组同学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很全面的答案。哇！
大家准备查收邮件。没想到课题7这么快来到了。今天这个课题是现场调查，这个课题的案件是一起暴力绑架多人的刑事案件。哎呦喂 ，Oh my God！ 我觉得他不是往这边跑的。这是什么的拖痕？这就是坍塌的教室吗？这个拖痕压根不是拖人的痕迹。什么样的东西会发出这种滴答的声音？SVIP 用户每周4、周5中午12点更新正片，每周6、周日12点畅享加更和 Reaction 陪你看 offer。VIP 用户19点更新，每周1还有不定时加更等你来。周2、周3还有更多花絮预告，刷不停。99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帮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更多的更概不缺道理，無畏懼再去跟看一切，再一次挑戰我嗎？競技會在哪方？奔跑人群中，世界能屬我，交出每個爭錯的答案。無懼那一天可會踏破，精彩每一步，這一生痴心夢想，誰會在意它？奔跑人群中，世界能屬我，交出每個爭錯。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